欧洲人日常离不开面包，可以说是碳水爱好者。但奇怪的是，欧洲各国的糖尿病发生率却普遍比许多亚洲国家低得多。清晨时分，阳光洒进厨房，欧洲人从烤箱取出刚出炉的面包，浓郁麦香弥漫屋内，搭配一杯热咖啡，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午餐来一份法棍三明治，加上丰富馅料，既方便又满足。下午茶时间再来片面包佐果酱或奶酪。面包在欧洲人的一日三餐中随处可见，他们对面包的喜爱近乎痴迷。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们这么钟情面包等碳水化合物，糖尿病发病率却远低于吃米饭的亚洲人。这到底是面包里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还是亚洲人的饮食方式出了问题？为什么欧洲人能尽情享受面包的同时保持健康，而亚洲人只要碳水吃多一点，血糖就像失控的野马直线飙升？如果你也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探寻背后的关键原因，同时介绍几种被称为高血糖克星的食物，帮助大家稳定血糖。首先，我们要破除一个常见迷思，很多人以为糖尿病就是吃糖太多导致的，但实际上糖尿病的根源在于胰岛素抵抗。简单来说，就是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了。胰岛素原本是调节血糖的小能手，能把血液中的葡萄糖运送到细胞中利用。一旦出现胰岛素抵抗，胰岛素作用大打折扣，糖分无法顺利进入细胞，在血液中堆积，就会引发高血糖及一连串健康问题。所以糖尿病的关键不只是吃了多少糖，更在于身体如何处理这些糖。明白了这一点后，再来看欧洲人为什么天天吃面包，却糖尿病率不高。答案其实隐藏在他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中，尤其是以下三个关键原因。第一个原因，面包种类与制作工艺大不同，不能一看到面包含碳水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面包统统当成糖尿病元凶。欧洲的面包五花八门，而不同种类的面包对血糖的影响可大不相同。走进欧洲人的日常，你会发现他们主要吃的是全麦面包、黑麦面包，以及使用天然酵母长时间发酵的酸种面包。这类传统面包就像血糖的稳定器，升糖指数比较低。以全麦面包为例，制作时保留了小麦的麸皮和胚芽，富含膳食纤维和各种营养。当我们吃下全麦面包时，里面的膳食纤维仿佛肠道里的小卫士，延缓了消化速度，让碳水化合物分解成葡萄糖的过程变慢。血糖上升的慢，就犹如平缓的小山坡一样，不会冲到很高的峰值。反观精致的白面包，许多亚洲地区常见的软式面包正属于此列。在加工过程中，去除了大部分麸皮胚芽，只剩下纯淀粉，营养纤维所剩无几。这种白面包吃下肚，消化吸收极快，血糖仿佛坐火箭般迅速攀升，刺激程度就像云霄飞车一样，对血糖稳定非常不利。长此以往，反复的血糖飙升和下降，容易让胰岛素调节机制疲于奔命，为胰岛素抵抗埋下隐患。欧洲传统面包的独特之处还不止在谷物本身，还在于它们的制作工艺。例如酸种发酵面包，在漫长的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大显身手，产生各种有机酸。这些有机酸就像一个个小小的调节器，它们会和面包中的淀粉分子亲密接触，让淀粉不那么容易被消化酶迅速分解，进一步降低餐后血糖反应。想象一下，吃了传统发酵的酸种面包后，你体内的血糖不会像洪水猛兽般瞬间暴冲，而是如细水长流般缓缓上升，给胰岛素充裕的时间来应对。有了这层缓冲，胰岛素才能从容不迫地把血糖送进细胞，避免血糖浓度大起大落。反观我们亚洲常见的商业面包，许多是使用速发酵工艺，为了追求松软香甜的口感，面团中添加了大量糖和各种添加剂，发酵时间缩短，营养也大打折扣。这样制作出的面包不仅膳食纤维含量低，还往往含有更多隐形糖分。一口咬下去是甜滋滋没错，但在体内掀起的血糖波动也更加剧烈。餐餐都吃这类高糖高精致面包，血糖如同坐云霄飞车般此起彼落，长期下来无疑是在代谢健康的地基埋下一颗颗定时炸弹。所以说，欧洲人爱吃面包，却较少得糖尿病。
秘密之一就在于他们吃对了面包，选择了升糖慢、更健康的谷物和传统工艺。第二个原因，饮食搭配更均衡，天然食材多。欧洲人的餐桌上，面包从不是孤军奋战的单一主角，而是善于与各种食物搭配，组合成营养均衡的梦幻团队。可以说，欧洲人是食物搭配大师。在法国的一家小咖啡馆，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画面：一片香气扑鼻的全麦面包，上面均匀涂抹着绵密的酪梨泥、牛油果，再铺上几片色泽诱人的烟熏鲑鱼，旁边还配着一小碟缤纷的蔬菜沙拉。咬下一口，麦香、酪梨的醇厚，鲑鱼的鲜美和蔬菜的清新在口中交织，令人满足。从健康角度看，这样的组合同样令人惊艳。丰富的蛋白质和健康脂肪仿佛两个小助手，在胃肠中协助减缓面包中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速度，让血糖上升得更平稳缓慢。蛋白质和脂肪的加入，好比给碳水装上了限速器，不会让它们一下子全涌进血液。反观许多亚洲国家的饮食习惯就相对失衡了。典型的一餐，满满一大碗白米饭或白面条，配上几道用高糖酱料炒制的菜，再来一杯甜滋滋的含糖饮料或者奶茶。这样的组合，碳水化合物含量爆表，缺乏足够的蛋白质纤维去缓冲，等于是给血糖办了一场疯狂派对。餐后血糖飙升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更何况有时一顿吃掉的精白淀粉含量极高，身体一时消耗不完，多余的部分就在高胰岛素刺激下转化为脂肪囤积，久而久之体重上升，胰岛素抵抗风险也跟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在饮食上还特别注重原型食物的摄取，他们的饮食中充满了天然新鲜的食物。清晨的市集上，新鲜翠绿的各色蔬菜，水灵诱人的当季水果，颗粒饱满的坚果，散发独特香气的初榨橄榄油，琳琅满目。这些未经深度加工的天然食材，就像一个个守护健康的小卫士，富含抗氧化物质、膳食纤维和优质脂肪。抗氧化物可以帮助身体对抗有害的自由基，减少发炎和细胞损伤；膳食纤维则有助于肠道蠕动，延缓糖类吸收，对稳定血糖特别有帮助。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例如橄榄油、坚果中的油脂，可以改善血脂，对心血管和代谢功能也很重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部分亚洲国家，现代人饮食中超加工食品的比例节节攀升，街头到处可见精致甜点店，橱窗里摆满了高糖高油的蛋糕点心，便利商店的冰柜中各式含糖饮料琳琅满目。忙碌的上班族经常三餐靠速食汉堡、泡面和各种加工食品将就。这些超加工食品普遍纤维少，糖分盐分高，营养密度低不说，长期吃太多还容易引发慢性发炎反应，就像在身体里埋下一颗颗炎症炸弹。慢性发炎会进一步降低胰岛素的作用效率，加剧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更难控制，糖尿病风险也跟着直线上升。由此可见，欧洲人低糖尿病率的第二个秘诀在于，他们不仅吃对碳水，还懂得把碳水和各种营养搭配的恰到好处，而且少吃加工食品，多吃天然食物，从源头上减少了血糖失控的诱因。第三个原因，生活习惯与作息讲究。除了吃得巧之外，欧洲人在动得勤、习惯好方面也颇有心得，这为他们的健康加了不少分。在欧洲的街头巷尾，你常常可以看到人们步行的身影。很多欧洲人都有饭后散步的习惯，法国人喜欢在用餐后悠闲漫步塞纳河畔，欣赏两岸古老建筑和粼粼波光。意大利人则爱在市中心的广场闲逛，感受城市的热闹氛围。西班牙人饭后也会扶老携幼出门散步，和家人朋友愉快聊聊天。饭后散步几乎成了他们深入骨髓的生活一部分。这看似简单的习惯，对血糖管理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吃完饭，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会升高，如果此时进行适量活动，例如在街上走一走，肌肉就像一块块小海绵，主动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将其转化成能量供身体使用。也就是说，运动让多余的葡萄糖有了去处，不至于长时间滞留在血液里兴风作浪。这样一来，
餐后血糖很快就会下降到较平稳的水准，胰岛素的负担也减轻了许多。可别小看每餐饭后走一走这件事，它其实是欧洲人保持血糖稳定的一大法宝。再看看欧洲人的作息规律，他们的3餐时间相对固定，很少暴饮暴食，不按时吃饭。即使欧洲饮食中也有高热量的美食，像香浓的起司、醇厚的红酒、丝滑甜蜜的巧克力等，但他们通常在适当的时间适量享用，而不会没日没夜的大吃大喝。尤其晚餐，他们往往吃得比较早，也比较适量，给身体留出充足时间来消化代谢食物。想象一下，如果傍晚7点左右就吃完晚餐，经过几个小时的消化，到了就寝时，身体肠胃的负担已经小很多了，血糖也逐渐回落到正常范围。而在一些亚洲国家，深夜才开启第2轮晚餐的宵夜文化却十分盛行。夜幕降临后，大排档、烧烤摊、小吃店热闹非凡，人们尽情享受着各种高碳水、高油脂的美食。3更半夜，本应休息的肠胃不得不超负荷工作，胰岛素系统也被反复刺激，不得闲。长期下来，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自然一天天下降，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现血糖失控，为糖尿病埋下隐患。由此可见，规律适度的饮食习惯和饭后适当运动对维持血糖稳定是多么重要。欧洲人潜移默化中养成的这些生活方式，正是他们健康的隐形盾牌。除了饮食和生活作息，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基因与长期适应的因素。当然，基因不是生活方式，但从人群差异上看，遗传背景确实对糖尿病的普遍程度有一些影响。欧洲人的祖先几百年来主食就是面包、马铃薯等高碳水食物，他们的身体就像经过长期训练的运动员，已经比较适应这样的高碳水饮食模式，胰岛素敏感性相对较高。好比一辆汽车长期在高速公路上跑，发动机磨合的效率极高，动力应对高速运转绰绰有余。而许多亚洲地区的人们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饮食相对清淡或碳水摄取没有那么持续充足，身体更习惯于节制的模式。从基因适应性上来说，对高碳水、高热量饮食的耐受度可能相对较低。如今全球化让西式快餐和含糖饮料大量涌入亚洲，当原本习惯小日子的身体一下子面对过量的糖和热量，就好像一辆原本只适合乡间小路的汽车突然被催上了高速公路，难免不堪重负，胰岛素系统超负荷运转，结果就是亚洲地区糖尿病的发生率近年来大幅攀升，这可以算是糖尿病流行的一个背景因素。不过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自己的基因问题，基因虽然有影响，但绝不是决定糖尿病命运的唯一因素。即使你天生对高碳水饮食比较不耐受，只要后天保持健康的饮食搭配，多吃全谷类和高纤维食物，适量蛋白质和好油脂，同时养成饭后活动的习惯，避免长时间久坐，体重控制在合理范围，仍然可以大大降低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反过来说，就算某人基因再优越，如果长期暴饮暴食，疏于运动，让体重超标，糖尿病依然会如影随形找上门。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去弥补甚至扭转某些基因上的不足。从欧洲人的经验看来，健康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才是避免糖尿病的真正关键。综上所述，欧洲人之所以每天吃面包却能维持较低的糖尿病发生率，秘密就在于他们选择了好面包，讲究均衡搭配，坚持健康习惯，再加上一点点历史遗传优势。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想预防高血糖和糖尿病，也应该从饮食和生活习惯两方面入手，向好的榜样看齐。当然，改变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需要一个过程。除了以上提到的大方向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加入一些帮助控糖的食材。接下来就介绍7种被誉为高血糖克星的平民食物，把它们融入3餐，将有助于稳定血糖，远离糖尿病。这些食物有的富含特殊成分，可以降血糖，有的则能延缓糖类吸收，提升胰岛素作用。千万别小看它们的威力。第一种食物是秋葵。秋葵近年来在健康圈非常火红，被视为天然的降血糖能手。切开秋葵时会发现里面有黏黏的胶质，
那其实是可溶性膳食纤维、果胶和粘液蛋白。这些物质进入肠道后，会形成凝胶状物质，包覆并减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速度。简单说，吃秋葵能让糖分慢慢释放，不会让饭后血糖飙得太快太高，还能降低人体对胰岛素的需求。秋葵中还含有类黄酮等植物化合物，科学研究发现，它们有助于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维持胰岛素正常分泌功能，对预防饭后高血糖特别有益。因此，无论是有胰岛素阻抗的族群，处在糖尿病前期的人，还是一般人日常控糖，餐桌上常出现秋葵的身影准没错。有人甚至戏称，每天几根秋葵，远离血糖危机。虽说有点夸张，但长期适量食用秋葵确实对稳定血糖有正面作用。需要注意的是，秋葵营养丰富，但热量低，可以常吃。不过如果要靠吃大量秋葵来治疗糖尿病，就不切实际了。我们应该把秋葵当作助攻血糖控制的好蔬菜，而非唯一的药方。总之，秋葵富含纤维又营养，是值得多加利用的控糖食物。第二种推荐食物是洋葱。洋葱是日常料理的常客，别看它会呛得人流泪，实际上它对血糖的好处让人泪中带笑。洋葱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有机化合物，性质类似于甲苯黄尿类降糖药，这是一种口服降血糖药物，可以刺激胰脏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因此吃洋葱有助于提高血中胰岛素水平，从而降低血糖。此外，洋葱还含有另一种抗糖尿病的活性物质，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释放，加强胰岛素在体内的作用。简单来说，洋葱本身不含糖，但能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处理糖，是很好的辅助食材。更棒的是，洋葱对健康的益处不止降血糖一条，它还富含胡皮素等抗氧化物，有抗发炎和保护血管的作用。经常食用洋葱有助于降低体内总胆固醇，还能扩张血管，调节血压。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洋葱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不仅有助降血糖，还有助于防治动脉硬化、高血脂等并发症。很多糖友都知道，民间有糖尿病人要多吃洋葱的说法，从营养学角度看，并非没有道理。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洋葱里的降糖有效成分属于易挥发的物质，烹调时间过长会流失殆尽，所以烹饪洋葱时不宜加热太久，稍微炒一下或生食凉拌都能更好地保存其降糖营养。总而言之，洋葱便宜又常见，千万别忘了给餐桌上的它一个展现降糖功力的机会。第三种食物是芹菜。芹菜一向以高纤维、低热量著称，是很多养生达人喜爱的蔬菜，而它对血糖的益处主要来自于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纤维的存在使得芹菜在肠胃中消化速度放慢，能减缓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避免餐后血糖快速飙升。专家指出，高纤维饮食有助于改善细胞对葡萄糖的代谢，增加胰岛素敏感性，让血糖更容易下降。也就是说，多吃像芹菜这样的高纤蔬菜，可以帮助身体更有效率地利用血糖，减少对胰岛素药物的依赖。除了纤维，芹菜还含有丰富的钾、镁等矿物质和维生素，具有利尿、降血压的作用，对糖尿病患者常见的高血压问题也有所裨益。吃芹菜还能提供饱足感，预防暴饮暴食，间接有助体重控制。可以说，芹菜虽然朴实无华，却是兼具稳定血糖和其他多重健康功效的平民高手。把芹菜加进日常菜单，比如用它来炒菜、打蔬果汁或者凉拌，都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餐后容易血糖高的人，不妨常吃点芹菜，帮肠道扫扫糖分的地雷。第四种食物是黑木耳。黑木耳是一种常见的食用菌，也叫云耳、木耳。别看它黑黑薄薄，其实营养丰富，是传统药食同源的佳品。黑木耳中含有一种特殊的多糖体，研究发现这种木耳多糖对血糖有明显的降低作用。在实验中，给糖尿病小鼠喂食黑木耳提取物，它们的血糖水平比对照组要低，可见黑木耳确实有助于稳定血糖。对人类来说，黑木耳丰富的膳食纤维同样能延缓餐后碳水的吸收，加上它几乎不含脂肪，热量很低，
是糖尿病患者理想的食品原料之一。除了降血糖，黑木耳还有血管清道夫的美誉。它含有维生素 K 和多种矿物质，有助于防止血液凝固过度，预防血栓，同时具备降血脂的作用，能减少动脉粥样硬化风险。对糖尿病患者而言，这样的特性格外宝贵，因为糖尿病常伴随心血管风险。黑木耳口感爽脆，烹调方式多样，可以炒、炖汤或凉拌，是极佳的高纤维食材。不论糖友还是一般人，经常吃黑木耳都对健康有益。唯一要提醒的是，干的黑木耳在烹调前要充分泡发清洗，并且一定煮熟透再吃，这样才能既安全又充分发挥其保健功效。第5种食物是苦瓜。苦瓜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降血糖明星食物，甚至有植物胰岛素的称号。虽然苦瓜吃起来味道略苦，可谓良药苦口，但它丰富的营养和独特的降糖成分足以弥补这一缺点。科学家从苦瓜中分离出一种叫做苦瓜皂苷的物质，也称为扎拉廷 Charantin， 发现它在体内的作用与胰岛素非常相似。苦瓜皂苷可以促进组织细胞摄取和利用葡萄糖，减少血液中血糖浓度。此外，苦瓜中的某些成分还能直接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换句话说，吃苦瓜有点像给身体注入温和版的胰岛素，帮助降血糖。曾有临床试验观察第2型糖尿病患者食用苦瓜提取物的效果，结果显示苦瓜确实能显著降低空腹血糖和饭后血糖。一些研究中，大约有将近80%的病患在服用苦瓜萃取物后，血糖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这些数据给予糖尿病患者很大信心。很多亚洲地区的传统医学早就将苦瓜用于治疗消渴症及糖尿病。民间也流传不少苦瓜降糖的验方，比如苦瓜榨汁、生食或泡茶等。不过要提醒的是，苦瓜再好也只是辅助调节，若已经患有糖尿病，千万不能因为吃苦瓜见效就擅自停药或减药。此外，有些人空腹大量吃苦瓜可能引起肠胃不适，毕竟苦瓜性寒凉，体质虚寒或肠胃敏感的人要适量食用。总的来说，每周几次适量吃点苦瓜，对稳定血糖、降血脂都有帮助，是值得提倡的健康习惯。苦瓜炒蛋、苦瓜鸡汤或者凉拌苦瓜都是不错的吃法，搭配其他食材还能减弱它的苦味，让更多人接受它、利用它。第6种食物是山药。山药在中华料理和中药里都很常见，它既是一种根茎类主食，又是一味补益脾胃的药材。山药的黏黏特性正是它稳定血糖的秘密所在。切开山药时，手指会感到滑滑黏黏，这是因为山药含有丰富的黏蛋白。这种黏滑物质进入消化道后，可以在肠壁形成一层薄膜，犹如给碳水分子披上隐身衣，让淀粉糖分慢慢释放，而不是一下子全被吸收。结果就是饭后血糖不会猛冲，而是缓步上升，更平稳可控。同时，山药富含的黏蛋白还能避免胰岛素过度分泌，因为消化放慢了，胰岛素就不需要瞬间大量涌出来应对高糖，自然就不会分泌过剩。除了黏蛋白外，山药还含有对胰岛素分泌不可或缺的矿物质，比如镁和锌。充足的镁锌有助于胰岛细胞功能正常，促进适量胰岛素的释放，这对血糖控制是很有利的。山药中还有维生素 B1、B2 等 B 族维生素，参与体内葡萄糖代谢，使糖分更有效转化为能量，而不是滞留在血液中。由于山药兼具上述种种优点，很多营养师都建议把山药作为糖尿病友善的主食之一，来替换部分精制淀粉。例如，用蒸山药块代替部分白米饭，或者煮粥时加点山药，都是不错的选择。需要提醒的是，山药虽好，但毕竟还是含有碳水化合物的淀粉类食物。糖尿病患者可以吃，但不宜一餐吃过量，更不能把山药当成药物治疗的替代。建议将山药作为副食适量摄取，烹调时保持清淡，不要加糖调味，才能发挥它稳定血糖的长处，而不摄入额外的负担。总体而言，山药既能充饥又对血糖友善，是升糖反应较低的主食佳选。合理利用山药替代部分精白主食，对预防和控制高血糖大有益处。第7种食物是海带。
海带等海藻类食物也是降血糖的好帮手之一。海带富含多种对健康有益的营养，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碘元素。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在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充足的碘可以帮助维持正常的基础代谢率，间接影响到血糖的代谢利用。具体来说，有研究指出，海带中的碘和多种矿物质有助于促进胰岛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这两种激素都和血糖调节有关。胰岛素不用说，直接降低血糖，而肾上腺皮质激素适量分泌，则有助于肝脏和肌肉更有效利用葡萄糖。所以，常吃海带等富碘食物，能从内分泌层面帮助稳定血糖。再加上海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藻胶，也能延缓葡萄糖在肠道的吸收，同时给人强烈的饱足感，避免吃进过多其他高热量食物。除了控糖，海带对健康的其他方面也是好处多多，比如它钾含量高，对控制血压有利，含钙也高，有助于骨骼健康，还有不少镁元素，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海带低脂低糖是非常健康的食材，糖尿病人平时可以经常吃一些，无论是煮海带汤、凉拌海带丝，还是把海带作为火锅配菜，都是增加膳食纤维、稳定血糖的不错选择。需要注意的是，海带性偏寒凉，一次不要吃过量，搭配姜丝、醋一起烹调可以平衡寒性。而且甲状腺功能异常，特别是甲亢的人，应咨询医生后适量食用海带，以免碘摄入过多。但总的来说，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血糖偏高的人群而言，海带是经济实惠又有益的降糖食物。介绍完这7种高血糖克星食物，可以看到，控制血糖其实并不完全依赖药物，在日常饮食上下功夫也大有可为。当然，光靠吃几样所谓降糖食物，并不能让我们百毒不侵，养成全面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之道。想要像欧洲人一样享受美食，又不担心血糖飙升，我们需要做的是全方位的调整和努力。首先是均衡饮食，多选择升糖指数低的全谷杂粮代替精致淀粉，学会合理搭配3餐的碳水、蛋白质和脂肪比例，少吃含糖饮料和甜食，远离过度加工的食品。接着是规律运动和良好作息，饭后走一走，凭日常活动，不让血糖长时间堆积在血液里，保持体重在健康范围，避免肥胖引发胰岛素抵抗。还有就是定期监测自己的血糖变化，及早发现问题，及早调整。至于我们介绍的秋葵、洋葱、芹菜、黑木耳、苦瓜、山药、海带这7种食物，大家不妨在日常菜单中灵活运用起来，让它们成为餐桌上的常客。这些天然的食材价格平易近人，烹调方式多样，长期食用对稳定血糖有潜移默化的帮助。与此同时，该遵守的饮食控制原则还是要遵守，例如总碳水摄入量的控制、按时服药等，千万不能因为吃了降糖食物就放松了对主食和甜食的警惕。把健康好食物作为助力，加上科学的管理，双管齐下才能真正战胜高血糖。最后总结一下，欧洲人酷爱面包，但糖尿病率低，靠的是饮食上的聪明选择和生活中的自律平衡。他们吃对了碳水，搭配了营养，勤于活动，必要时可能还有一些遗传适应做后盾。我们虽然生活环境和基因不同，但完全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汲取灵感，调整属于自己的健康之道。同时，自然界也提供了多种天然食材来帮助我们对抗高血糖。把秋葵、苦瓜、山药这些平凡的食物用好，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改善我们的血糖控制。健康的道路没有捷径，可是当我们养成好的饮食习惯，并善用这些食物，每一天都在为未来累积本钱。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像那些不怕面包的欧洲人一样，既享受美食，又维持稳稳的血糖。与其说这是什么奇迹，不如说是科学饮食和良好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会和碳水和平相处，并善用身边的高血糖克星们，把血糖稳稳握在自己手中，远离糖尿病带来的威胁。